的中文播客。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木木的中文播客。今天是6月4日，周四，大家這周過得好嗎？下周在中國有一件大事要發生，這件大事就是高考。下周全國大約會有1290萬名考生會參加這個考試。高考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聽說過，它的全稱是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單來說，就是中國的高中生們為了進入大學而參加的一個考試，就類似於美國的 SAT。雖然說是全國統一考試，但其實每個省份都不太一樣。考試時間、考試科目組合、錄取方式，都會有一些小小的差異。然後作為9年前參加浙江省高考的考生，想和大家來聊一聊浙江省高考。我在中間還準備了可以沉浸式體驗中國高考的部分，感興趣的話可以繼續聽下去。首先来簡單的介紹一下中國的教育系統。在中國，大部分學生會經歷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一共12年的學習，最終迎來一個終極考試，也就是高考。雖然它不是人生唯一的 boss， 但它是很多人從小到大遇到的第一個人生級別的大 boss。進入大學的途徑其實不止高考這一種，在某一方面特別優秀的同學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進入全中國最好的大學。但是高考還是大部分學生，可以說是99%以上的同學進入大學的一個方式。那中國的高考，浙江省的高考是怎麼考的呢？浙江省在2014年的時候進行了一次重大的高考改革，之後也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大小小的很多調整。然後現在浙江省高考模式，簡單的來說就是3+3。前面的3是指語文、數學、外語這3門必考科目，每門的話是150分。後面的3是從一共7門課中任選3門，每門課是100分。這7門課包括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以及技術。技術的話是包括信息技術和通用技術。簡單來說就是考一些基礎編程和一些工程常識。浙江省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把技術這門課作為高考正式科目的一個省份。我個人覺得這一點還是比較有創新性的，緊跟時代的。在改革之前是沒有技術這門課的，然後剩下的6門課也不是能任意挑選的，只有2種組合，分別是思想政治、歷史、地理。選擇這個組合的學生就被稱之為文科生，然後另一個組合也就是物理、化學、生物，選擇這個組合的學生也就是理科生。改革之後，因為學生可以自由的選擇這7門課中的3門課，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文科生和理科生了。這一點我也覺得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改革，因為它給了學生更多的選擇的空間。如果是你会想選哪3门課呢？我記得我當時是選了物理、化學和思想政治，然後非常後悔選擇物理這門課，因為實在是太難了。然後物理也是這3門課中分數最低的。因為考試科目很多，有6門，所以高考是不可能在1天之內就可以結束的。浙江省高考一般是從6月7號開始到6月10號結束。然後因為不同的同學選擇的科目不一樣，所以考試時間也就自然不一樣了。接下來我們來沉浸式的體驗一下浙江高考。那現在請大家閉上眼睛，開始想象。
現在你是浙江省的一名高3學生，你已經學習了12年，小學的時候背課文，初中的時候刷題，高中的時候每天早起晚睡，終於到了高考這一天。你前一天晚上其實很想早點睡，但是躺在床上，腦子裡一直在想，明天作文會考什麼呢？數學會不會很難啊？我准考證帶了嗎？身份證帶了嗎？然後越想越清醒。但你又不能熬夜，因為第二天要考試，所以你只能強迫自己閉上眼睛。第二天早上，你可能6點多就起床了。家裡人其實比你更緊張，媽媽已經做好了早餐，爸爸一邊看手機導航，一邊說：“我們今天要早點出門，路上千萬不能堵車。”你自己呢？表面上很平靜，其實也很緊張。然後你坐上車去了考場。考試是9點開考，開考前15分鐘禁止進入考場。但即使是高考，也總是會有睡過頭的同學，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太緊張了，一直睡不着，早上反而睡過頭了。如果是遇到這樣的情況，可以打110報警，警察會想辦法以最快的速度送這樣的同學到考場。但你呢，還是按時的到了考场，走進考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開始緊張的等待。請監考老師拆封並分發試卷。第一門考試開始了，第一門是語文。第一門考試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第一門考得不好的話，就可能會影響後面考試時的心態。如果第一门考得不好，後面考別的科目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想，哎呀，我語文怎麼辦？我語文這次完蛋了。而且語文考試也是所有科目中最長的考試，有150分鐘，2個半小時，是不是真的非常長？不僅有現代文閱讀理解、文言文理解、古詩詞鑑賞，最後還要寫一篇800字的作文。你在這150分鐘期間不停地寫，直到聽到鈴聲，第一門考試結束了。老師總是會說，考完後不要對答案，考完一門就忘掉一門。但是總是會有喜歡對答案的學生，對吧？語文考完後，你走出考場，你可能會聽到旁邊的同學說，哎，剛剛那篇文言文閱讀第一題是 A 還是 B 啊？你本來也不想聽，但不自覺就聽到了。如果聽到答案一樣，可能會暗自高興一下，但如果聽到別人的答案和自己的不一樣，那是不是也會很緊張呢？就會覺得啊，天哪，我不會是錯了吧？語文考完後已經是11點半了，就是已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午飯的話，大部分同學會在學校食堂吃，也有的同學會吃父母準備的午餐。下午是數學考試，數學考試一共是120分鐘，2個小時。數學一般被認為是最難的一門課。曾經浙江省數學高考的難度也是全國數1數2的。數學其實遇到不會的題就也沒什麼辦法嘛。然後我記得當時我們數學老師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只要能把你會做的題都做對，其實你的分數就已經不低了。因為有的時候做錯了，並不是說你不會做，而是真的不小心做錯了。中國的數學考試是不可以使用計算器的，就是只能在草稿紙上手算。有的时候做錯了，只是因為在算的時候，某一步符號寫錯了，或者是某個數字抄錯了，就這種很蠢的小失誤。數學考試結束後，高考的第一天也就結束了。第二天是外語和選擇技術作為高考科目的同學進行的技術考試。浙江省的外語高考一共有6個語言可以選擇，除了英語以外，還有日語、俄語、德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大部分的同學還是會選擇英語，畢竟是從小就開始學的外語嘛。英語考試也是120分鐘，2個小時。英語考試的構成的話是聽力，然後閱讀，然後寫作。
聽力大概是20分鐘。聽力考試就不是戴耳機，而是用那種公共外放的廣播，所以在聽力考試期間，考場內就必須保持絕對的安靜，窗戶都會完全關死，那個時候的空調也會暫時的暫停。因為如果考場裡有什麼突發的聲音，或者外面突然有什麼聲音，就有可能會導致考生們錯過某一句話，然後錯過某一句話就有可能直接錯過這道題目了。所以在聽力考試期間，考场外面是會有警察管制的，就比如這20分鐘不讓車通行，然後如果附近有工地的話，也會讓他們暫時停工等等。接下來幾天就是選考科目了，你選了哪3門就考哪3門。浙江省的選考科目是按照等級給分的，也就是說不是看你卷面就是絕对的分數是幾分，而是根據整體的情況按照比例進行給分。比如前1%的成績的同學就給100分，前2%的成績的同學就給97分。這個制度的好處就是可以在不同的科目之間保持盡量的分數平衡，就不至於說一個科目的同學大部分都考90分以上，而另外一個科目的同學都考60、70分。浙江省外語和選考的科目還有一點很特別，就是這4門科目是有2次考試機會的，剩下的語文、數學是只有1次考試機會。這2次考試中最好的成績會被計入最終的高考總分，這也是改革之後才開始實施的。那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如果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你只有1次機會去做那件事情，那必然就会给做這件事情的人產生很大的壓力。曾經就有太多因為心理壓力大導致發揮失常的例子了。所以給2次機會，就是希望同學們不要有那麼大的壓力，然後可以讓同學們盡量的發揮出自己真正的水平。考完最後一門走出考場的那一刻，很多人就會覺得很不真實，會想，真的結束了嗎？前一天我還是高3學生，第2天好像就突然自由了，但又好像突然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標，就不知道接下來每天我應該要幹什麼了。不用早起了，也不用做題了，那我每天做什麼呢？每年高考的前後都會有很多人說，高考不是人生的全部，高考没有你想的那麼重要。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是對於12年就為了這一個目標，每天早上6點多起床，晚上11點多睡覺，每天都在學習做題的學生來說，他們很難相信高考不重要。所以我覺得在高考之前，它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它考得好，會讓你未來的人生都相對的更加輕鬆一些。但是高考之後，它就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它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個更高的起點，但它不能決定未來的人生。就如果用遊戲來比喻的話，高考就會像是遊戲裡的一個大任務。如果你完成得好的話，你會得到一個特別厲害的裝備，這個裝備會讓你之後的路走得更順一點，之後的遊戲變得更輕鬆一點。但是如果你沒有拿到那個裝備，遊戲也不會就此結束，你還是可以繼續玩，你會遇到別的任務，你會開闢新的地圖，你會遇到新的隊友，然後也會找到更適合自己的裝備。有的人在高考裡贏了，有的人要在大學裡才能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所以高考很重要，但它也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我们经常听到這樣的話，
不要和別人比較，要專注自身。我也是一直努力的想要以這樣的想法活着，但是只要是在這個社會上生活，只要是過着群體生活，就很難不和別人去比較，很難不去羨慕看起來比自己過得更好的人。所以我覺得重要的不是說不去比較，而是說比較的度。即使去比較，我們也應該適當的去比，就不要過度。適当的比，其實反而可能会成為讓自己變得更好的動力。雖然下周會參加高考的考生們，大概率不會看到這條視頻，但還是希望大家都能對得起自己12年付出的努力，然後考出自己正常的水平。今天也很感謝大家收聽木木的中文播客，下周我會帶着更有意思的內容和大家再次見面。如果有想的主題，也可以在視頻下方進行留言。那麼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希望大家度過美好的一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